好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先分享天颖同学的一个体会哈，他是学习807课公众号文章的这个体会。说807课说用当下的觉知改写过去的故事，说这堂课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巨大的，就像专门给我讲的一样。我就是很容易陷在过去的事情中，有时是因对过去的回想，有时是对照老师的课以及众多老师的分享中，凡是与过去有牵连的，我都会让我陷进对过去事情的纠结中，引起诸多惋惜、后悔、遗憾和自责。说一旦陷进去很多时候只有什么呢？我活着的意义，要么就是赎罪，要么就是为亲人积德这样的认知，说才是我活着与行善的理由和动力。说更有甚时，说前一阵子出现像心魔一样的逆反和破坏性，要不是学了很多心法，都不一定能出得来。说直到今年2月以来的课才助我修正和恢复了心态，但过去对我的影响还在，只是暂时隐形了，不知何时会再爆发。然而又是多么有幸让我学到了807课，不但刷新了认知，还教会我如何面对过去。它是第一点刷新我的认知。说以前总以为过去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现在才知道你对过去的理解永远都发生在现在，那个理解就是发生在现在。过去和现在理解是有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原来用现在的理解看待过去，是可以把过去融入现在中，这个现在才是应该把握的。说第二，说能把我从世俗认知拉回来的是什么？对修行人而言，事实从来不只是客观事件，更是主观体验。体验让我从事儿上回到了心上。说第三，学会了一种不得了的能力说修行人最宝贵的时光机，说不用回到过去改变事实，而是在当下改变事实的意义这就是心灵时光机说把以为回不去、改不了的过去，把它变成什么能把握在手心里的幸福，用现在能赋予的美好的理解和心念，成就过去与现在共同美好的非凡意义。说这个真是太妙了。说还有一段分享说原来说每一段过去都不是坟墓，而是等待被重新打开的礼物盒，是我重燃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心，重塑认知，学会停下，不定义，给自己一个发现礼物的机会谢谢李老师807课的分享让我看到和学到了如此宝贵而实用的觉悟，助我将过去种种的影响转化为当下能把握的幸福这堂课这个观念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领悟到这一点之后，就是你对它的领悟也是不断的加深，就是你真的会发现说说我们叫时空整体时间和空间，时空宇宙它也是一个时空说时间整体、空间整体，那这空间整体、时间整体是不是能真正体会到它？有的时候你在一刹那之间，你真能感觉到这一刹那包容的过去、现在、将来。而且这一点是一变化，就好像比方说这一个刹那一有了光，大家注意这一个刹那有了光，就好像这刹那包含了过去、现在、将来，它都变得光明了。我说清楚意思没？就你刹那之间有了什么光，比方说认知之光、觉知之光或者理解之光，有了这光之后，过去那个事儿也被照亮了。过去你会觉得是晦暗的，是阴暗的，是完全负面的。突然有光一照之后你发现不是原来你认为那个负面并不是真正的负面，只不过你当时在负面情绪里面，你觉得那个是负面，你顿时觉得原来过去并不是就是过去那样，你所认为的那个样。说这种变化，这种体验是非常宝贵的希望大家我们学了这课之后，还真正在锻炼的时候，但是你怎么去体会到它，不是说我想体会就体会到的，但你必须真正能够进入那种静定之间，你定的那个越微细越小了。有的时候大家注意并不是越大越好，你静到越微细越小的那个时间里或者空间里，你会发现就好像
大约是越远越没边儿，突然之间，哇，你会有另外一种特别的一种体悟。这种感悟都是在我们日积月累的这样一个锻炼之中，这个锻炼就需要你自己要沉下心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体会、一些变化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让呼吸一样，这个呼吸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你就让它是了，但是怎么去让？你一听好像就知道哦，我就让它自己进行。但有的人呢，让着让之后，你会觉得就好像很枯燥，没什么意思，你就不去做了，就觉得这个还能让出功夫来吗？但事实上真的是大道至简，的确如此。你越是好像很高明的东西，其实越是很简单的，越是很简单。就好像让心跳一样，让肠胃蠕动一样，让这个呼吸，或者让心跳，让肌肉，哇，让本能，让那个良知良能，你让你要会退出来，这个让就需要什么？需要耐心。你让一下不愿意让了啊，你那个队伍太长了，怎么还我先走吧？你让怎么还没有什么？你心着急了，那你就不是真正的让。就像上一次分享的，全然的，就完全的，而且呢是完全自愿的，那么去让，那才好。而且你必须，它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你身体那个我呀，在身体里面，你在这搅和多少年了，你控制身体几十年了，突然说要让，他不太舍得。虽然这个房子不是他的，可是住久了之后认为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我出来之后，那能合适吗？这我最熟悉啊。你熟悉的只是那个表面，真正身体里面那些东西，只有本能他才最熟悉。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啊？上面2次课就讲到让呼吸，说你进入那种呼吸状态之后，你慢慢的，让到所有的肌肉你让了，回到那个婴儿那个状态，哟，自然而然的你的呼吸它就会深细匀长，至少它就比较深了。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很匀，不一定很长，就像那个婴儿的呼吸，它有时候还比较快，但它一定是肚子在那动的。有的时候会不是那么匀，不是那么细，但你越放松，慢慢它就细下来了，匀下来了，深入到丹田里面了。你逐渐，等一下还分享了啊，可能你会觉得那鼻孔的呼吸越来越弱，就好像鼻孔那块没有呼吸一样。你觉得丹田在开合，大家注意，这个丹田在开合，不是说我想呢，说让它一开一合，一吸一开一合或者怎么样，不是想的，它是自动的。你真的会觉得，哎呀，有那种你觉得我生命中还有这么套系统，比方说平常的新陈代谢，你感觉不到。心跳你得非常安静，或者跑步咚咚，你才能平常你感觉不到。你突然会感觉，哇，你丹田在开合，就好像在呼吸一样。过去我也感觉不到，哇，你突然觉得，真的身体里面还有一套特殊的系统。你把它叫做气的系统也好，比如中国文化讲，我们中医讲经络的系统，哇，真的是这样。说老祖宗说所言不虚啊，丹田的确，它不单纯里面就是肠的，就是这个器官，还有特殊的东西。人的这个生命系统，你会觉得，它不一样，不一样。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加的安静。就你发现，原来生命这么奇妙，你突然觉得那个我就真的像一堆杂乱的念头一样。你越静，哇，你会进入一种非常不可言语的状态。你能体会到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你体会到好像那个无比深沉的慈悲，就在那个状态下，
把后天的东西都让没了，先天东西展现了。先天你会发现你连接到了一个无限广博的东西，所以那个背景达到，你会有一种无比深沉的慈悲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慈悲它不是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事，而是一种好像是弥漫性的，它没有具体对象是对谁，它就是从你生命深处自然的涌现出来的。当然你说它用泉水一样这么涌，它也不是这么呜涌出来，就这样个意思，从你身体里面它出来的无比深沉的慈悲。同时呢，你会有一种无比悠远的寂静，就那个静啊，它是有质感的，就好像能触碰到一样那种感觉。它不单纯是没有声音，照样外面可以有声音，你也听得到有声音，但是这个寂静像什么呢？所有的声音都好像跟它没有关系，它是就是那个背景，很清晰的背景，那个本来的那种寂静。就外面的声音和那个背景你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当你有了那种寂静的时候，外面的声音把你拉不走了，就你在那个寂静里面，外面的声音拉不走你了，就那么种感觉。它还有什么呢？一种无比清晰的合一感。我只是用这几个词儿来形容的，来表达那个意思啊。其实那种意思也说不清楚的，但大概可以这么去理解。无比清晰的合一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呼吸不是说你在呼吸，呼吸的你和呼吸它就是一个，就你和心跳也是一个，就你就是整个生命。说那时候真正的是身心合一。而且什么呢？还有个什么合一？你在那待着的时候，他自己在进行呼吸，这个自己在进行的呼吸呀，不单是在身体里面，就好像和周围和整个空间它是合一的。你这个空间甚至你可以具体化，周围的空气，远方的山川河流，头顶上的星空，都是一个那种状态，那种无比轻，你就整整的它就是一个东西。说人天合一，人和大自然整个是一个这种状态。而这一切的所得，这些状态，不是因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才有这种状态？恰恰是因为什么？我不再做什么，我连呼吸都不控制，我从身体里全部都出来。我这个手会做东西，现在它不会做了，那个会做的那个我抽出来了，手就是一个自然的手。我这个嘴是用来说话的，会说话，我倒是好像会说话这个能力抽出来，它就是个嘴，就是个肌肉在这儿。我的眼睛是看东西的，可一旦那个时候，你所谓能看的那个我的功能出来了，眼就是个眼，就一切恢复。你不做，也可以说无为。从有为变成无为之后，才能出来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在这儿想讲一下什么呢？就是当然你要单独去讲这个状态也可以讲很长时间，我们不多讲这个啊。就是这种状态有什么意义呢？就通过练这个说让呼吸、让生命还让本能有什么意义啊？我就觉得非常有意义。我练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啊，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智能，而这个新的智能是以我们为蓝本，学习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我就觉得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将照出人类的全部。它也包括我们的伟大，也包括我们的狭隘，包括我们的慈悲，也包括我们的贪婪，包括我们的完整，也包括我们的分裂。就我们现在人类所有的信息都会输入给这个 AI， 输入给它。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自己都已经忘记了生命的完整性，那么我们能让 AI 学什么呢？学会什么？
我们人类已经切断了与天地的连接，我们能给 AI 示范什么呢？如果我们人类活在分裂与焦虑甚至战争之中，那么我们能引导 AI 走向何方呢？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刚才通过练这个让呼吸能体会到的这种状态，这种慈悲，这种宁静，这种合一，大家想一想，让呼吸这个看似微小的练习，在这个时代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你不通过练呼吸，通过别的体会到，那也很好。就好像这种状态，它是在守护人类对生命完整性的认知，它是在坚持人与自然天地的这种连接，它是在为 AI 时代保留一份来自生命本源的信息。就先拿掉了后天的那个我生命本源的信息。也可以说，每一次你坐下来，让呼吸自然进行，你都是在向整个宇宙发送一个信号，说人类还记得，人类还连接着，人类还愿意让生命自己去说话。就是我们自己这个锻炼，它就不是单纯是自己的锻炼，你每一次锻炼都是在给宇宙，在整个虚空发放信息。后面我们还要单独讲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每一次这样的锻炼就在传递信息，你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那我想我们每次锻炼你都要讲呀，传递这个信息，为子孙后代，为万物众生开启美好的明天。是来说，像 AI 从我这儿获得的信息，哇，都是慈悲的、宁静的，都是合一的。即使你的力量，我想啊，我用这么一个比方说，即使你的力量很微弱，说但也不要小瞧了一只蝴蝶的翅膀。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说法，说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在远方引起一场风暴。这扇动翅膀连同空气的变化累积起来之后，可以在远方引起一场风暴。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让呼吸自然进行，你这一呼吸自然进行，会在宇宙中引起什么呢？当然不单纯是呼吸的自然进行，而是你内在的这种慈悲、宁静、合一的状态的向外的影响。它会在宇宙中引起什么呢？我说老师，我们也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什么呢？每一次让呼吸都是在宇宙的信息场中注入一道来自生命本源的数据。每一次放下控制，就是在为人类集体意识添加一笔回归完整的代码。每一次体验合一，都是在为未来的智能提供一份超越分裂的样本。这3句话在后面还要单独的分成3课来跟大家分享。也可以说这个力量很微弱，微弱的几乎看不见，但又可以说这个力量很强大，强大的可以足以影响一切。你就想说一个蝴蝶翅膀的震动飞翔引起的一些变化，在远方引起一场风暴。那我们人的这个呼吸，特别人这个心念的变化，它一定也会在远方引起震动，引起变化呀。说你这一念有这一念，说远方就有回响了。所以真的请我们重视这个让呼吸。当然让呼吸只是这样一个代表，让本能，让心跳，让本能，让生命自然去运行。你要知道，这不单纯是我在练这个，它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说坐下来闭上眼，你准备练习啊，让心跳自然跳动。他懂得如何跳，他比你懂得多。让肠胃自然的蠕动，他知道如何工作，他比你知道的清楚。让呼吸自然进行，让那个比我更古老、更智慧的存在重新掌管这个他经营了一生的领域。
我们的头脑学到的那点知识是在外面的这些知识，对生命来说它是外行。你非要去管身体，你是外行管内行，大家说是不是？就大概这个意思。你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学什么音乐的，学什么？你没学生命里面，他没看到呀，你不知道啊。对生命来说，你是外行呀，而那个本能经营生命，它是个内行啊，是吧？那我呢，就只是看着、知道、见证，不参与、不干预，不显示那个我有多么能，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不在那显示。让呼吸啊，就是让生命。让生命就是让天地，让一切自然进行，让天地就是让一切回归它本来样子。而您呢，就在这让之中与一切相遇。所以我就说啊，让呼吸这三个字，或许正是这个喧嚣时代最需要的智慧。它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放手；不是更控制，而是更信任；不是更复杂，而是更简单。让呼吸，让生命，让世界，让一切，然后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只是一个虚幻的那个我让掉了，而你获得的是整个宇宙。当你处于那种和整个宇宙合一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这个我就不是那个小我了，你和整个天地是一体的。那也是什么？整个天地的一体的是讲的空间，从时间上讲，你会发现你是永恒的。好，现在啊，大家还是坐着，我们一起练，让呼吸啊，找个位置合适的坐好哈，安静。怎么盘腿都行，散盘、单盘、双盘，就坐在椅子上垂下脚都可以，坐着舒服就好。手怎么放也都行。就往这一待，哎呀，这个我就想，哎呀，我要让出来。首先从你能控制天天都在动的那个手开始，它是个能弹琴的手，能做饭的手，能写字的手，能干什么的手。哎呦，现在把你过去那些记忆全退出来，胳膊肌肉退出来，有点像突然一下睡着了的那种感觉。你一睡着了，不就退出来了吗？现在是主动的退出来。肩膀，平常我一紧张，肩膀就耸起来了。哎呀，一有压力就耸起来了。哦，那个我在肩膀上，肩膀上有了记忆，那我现在在肩膀上要把那个退出来，把我从肩膀上退出来。前胸后背，腰胯下肢，平常你能动的那所有的肌肉部分，所有的匆忙、焦虑，脚快快的，手快快的，
说话着急的，或者散漫、傲慢，你都要通过你的身体去表达，你的面部表情，通过那些肌肉去表达。现在把那所有的全退出来了，我退出，让生命心跳，让心脏这儿你不得不让，把平时你强加给心脏的那些怨恼烦等等退出来，那些张狂，那些压抑，那些纠结退出来，让肠胃肠胃啊是一套特别智慧的系统，肝脏、胆囊、脾脏、胰脏、肾脏，下肢所有的下腹部所有的脏器，它们都是比我更古老、更智慧的存在。有的时候啊，在他们面前，你会觉得那个我有点像跳梁小丑一样，在那瞎蹦的。现在退出了，让生命，让内脏啊，现在注意让呼吸，坐在这儿，唯一你能感觉的比较清楚的运动就是呼吸。那个我特别不容易从那儿放手，让呼吸自然进行。
在整个让的过程中，那个我从头脑里也便让了出来，从眼睛、耳朵、鼻子，从五官，从你的感官中，从你的大脑里让出来。头脑不再思考，复归那个似乎混沌的状态，恍恍惚惚，呼吸恍兮，恍兮呼吸的状态。我让出来了，平常所能动的，所能由我指挥动的，因为没了我，它就都不动了。再动就是内在的那个本能的动，经络气血自然的动。我让出之后，我走了，神才来，那个内在的灵明，那个觉知，觉知的呼吸，自然进行。
当有念头出来，马上让。我让出来，头脑恍恍惚惚，不有一点觉知，觉知这个呼吸。呼吸自然的会变深，变慢，变长，胸腔、胸部的肌肉、肋部的肌肉都放松了。那个我退出了，只有上天赋予的人的呼吸的功能在自然进行，那便是真正的自然的造化。让呼吸，让呼吸自然进行。觉知自然进行的呼吸，
身体啊一动都不动，只有那个呼吸。所以你所有的觉知都在那个呼吸上。
安静，安静。现在大家慢慢的变成树立，安静，安静。呼吸还是保持那种状态，让呼吸，让生命。头脑恍恍惚惚，安静，保持好这种状态。注意保持好这种状态，安静。慢慢起身，调整状态。安静，安静。手慢慢的上抬，安静。身体微下蹲，不要蹲太低了，稍微一点点就可以。关键是练习让呼吸，让生命。
静，安静。百会上脸，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两手分开，安静。在这种恍惚的状态下，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向上拉起。齐平，肩平，向上。到头顶上方，安静。慢慢下落，经额头、面部、胸、
双喜软，富贵婴儿。手扶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着颈椎的后侧向上，命门点手向前，点肚脐，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请静坐，静养。你的呼吸，你的状态，你的起心动念，都在给这个宇宙注入信息，注入光明的、慈悲的、祥和宁静的、合一的信息。让呼吸让生命让世界
在这个安静的状态下，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安静，安静。